大家觉得人体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在大部分的射击游戏和枪战片里面，头部总是最关键的瞄准目标呢？因为它真的很脆弱。在历史上，能够被枪打中头部并且存活下来的人寥寥无几，有些可能大难不死，但是最终都变成了植物人。因为在人体大脑里有着数不清的复杂神经系统，稍微触碰就可能引起巨大的病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郑。子弹才多大呢？可能还没有手指粗吧？那么你们敢相信一根1米长的铁棒整根穿过了头骨，并且这个人还能奇迹般的生还下来？这不是科幻片，而是的的确确的真实历史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神经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奇迹之一。这名幸存者名叫菲尼亚斯·盖奇，而事故发生在1948年的9月13日。25岁的菲尼亚斯在福蒙特州卡文迪什附近担任铁路施工的工头。这一天，他们团队正在进行岩石爆破。菲尼亚斯拿着一根长1米、直径大约3厘米、重6公斤的铁棒，压实钻孔中的炸药。不料在此过程中，铁产生了火花，点燃了炸药粉末。一瞬间，爆炸产生了巨大的推力，使得铁棒直接穿过了菲尼亚斯的左脸，从头骨当中飞了出来。最终，铁棒落在了10米开外的地方。他的手下捡起这根铁棒，发现了上面除了有鲜血之外，还沾满了脑浆。手下这才反应过来，完了，出大事了。果然，此时的菲尼亚斯已经瘫倒在了地上，不省人事，并且整个头骨也已经面目全非。一根1米长的铁棒穿过了他整个的大脑，手下们都觉得菲尼亚斯此时凶多吉少了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爆炸没过几分钟，菲尼亚斯就自己站了起来。他不仅神志清醒，还能够说话，自己走到了附近的手推车上，在同事的陪同下去了镇上的医院。一位名叫约翰的医生接待了菲尼亚斯。他先取出伤口附近的小骨头碎片，然后又调整了因铁棒而移位的大块骨头碎片，最后用胶带封住了菲尼亚斯头部的伤口。到了晚上，约翰观察到菲尼亚斯还是有意识的，还能说出每个同事的名字。他还很倔强，表示不想让他们来医院探病，也就住个1-2天，马上就能出院回去工作了。但是约翰还是很担心，因为从专业的角度，铁棒进入了头盖骨，穿过了大脑左前叶，使顶骨和额骨大面积破裂，相当于一大部分人脑破碎了。然而左眼的眼球从眼眶当中突出了将近1半的直径，而这在当时可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病例。约翰对此也是提心吊胆。果然几天之后，菲尼亚斯的一处伤口就发生了颅内感染，情况很糟糕，他整天处于半昏迷的状态，如果有人叫醒他，他也只会回答一个单音节。菲尼亚斯几乎不能进食了，身上的所有器官都在逐渐衰竭，尤其是嘴巴和脑袋开始散发着恶臭味。眼看不行了，家人们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开始准备棺材和葬礼用品。毕竟经历了这么可怕的创伤，没有当场死亡已经算是奇迹了。然而约翰并没有放弃，他用手术刀切开了额肌，从创口一直到鼻尖排出了250毫升的脓液。没过多久，菲尼亚斯竟然康复了。在1848年的时候，能遇到一个拥有治疗脑脓肿经验的医生，这可简直太走运了。在10月7日，距离事故发生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菲尼亚斯就已经能下床，迈出了第一步。10月11日开始，他的智力功能开始逐渐恢复。约翰发现，菲尼亚斯清楚地记得事故是如何发生的，也知道自己躺了很久，但他对自己的伤情并没有概念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，菲尼亚斯回到了父母家中休养。第2年4月，他拜访了救命恩人约翰医生。约翰给他做了一些检查，发现菲尼亚斯的身体状况非常好，完全不像是发生过灾难事故的人。现在的菲尼亚斯左脸已经是部分瘫痪，他的左眼失明，额上有一块大疤痕，头顶上有一个4边形骨头碎片的凸起，而后方有一个深深的凹陷，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大脑周围的血管搏动。根据菲尼亚斯自己的描述，平时不会感到头疼，但总有一种他无法描述的奇怪感觉，反正和以前不一样了。约翰很欣慰，至少菲尼亚斯整个人看上去都很健康，可以说是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了。虽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但菲尼亚斯的家人在欣喜之余，也慢慢开始注意到他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出事前，菲尼亚斯几乎从小到大都没有生过病，一直很健康很强壮。在工作上，他也相当的能干，勤劳刻苦，深受同事和老板的喜爱。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之后，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发现，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菲尼亚斯了。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他的脾气，从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变成了脾气暴躁、咄咄逼人的酒鬼。菲尼亚斯似乎还失去了自制力，他无法控制自己在社交场合表现出不恰当的言行举止，经常出口成脏，很不尊重身边的人。在工作上，模范工头的形象也彻底破裂，因为他做事也不像以前那么英明果断了。菲尼亚斯最终变成了老顽固，情绪反复无常，在制定计划的时候经常与同事起冲突，还会变卦，在承包商那里也经常交不了差。这种情况在事故之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很快他的风评越来越差，
没有人敢把项目再交给他了。不过面对工作上的挫折，菲尼亚斯满不在乎，他整天胡言乱语，对昔日的同事很不耐烦。渐渐的，他们都疏远了他，不再跟随他做项目了。所有的人都很奇怪，菲尼亚斯死里逃生，不是已经恢复健康了吗？怎么整个人像是中了邪一样？难道真的把脑子给搞坏了吗？不然这也很难解释他为何整个人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。在1849年的11月，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亨利将菲尼亚斯带到了波士顿。经过亨利研究后证实，铁棒确实穿过了他的头部，菲尼亚斯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。接着他又被带到了波士顿医学学会的各大会议上，当成罕见的病例展示给学生们看。很快，菲尼亚斯成为了活生生的博物馆展品。还有传言称，他曾经就职于某个马戏团，常常在游乐场或者嘉年华中演出。菲尼亚斯的表演很简单，只需要搭配一根铁棒，把自己的伤口展示给众人看就可以了。因此，菲尼亚斯在英格兰大部分的城镇当中都露过面。起初的几年里，菲尼亚斯靠这种不费力的表演赚了不少钱。但后来公众对于这种事不太感兴趣了，他也就作罢，另谋出路。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，菲尼亚斯先后做了几份司机的工作，后来还担任长途汽车司机一职。在1859年左右，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，时不时的还会发作癫痫。于是他搬到了旧金山与母亲同住。在最后的日子里面，癫痫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。在1860年的5月21日，在爆炸事故发生后的第12年，菲尼亚斯去世了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菲尼亚斯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因为离世而消失，他成为了神经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患者之一，也是脑外伤与人格之间存在联系的有力证据。在7年后，菲尼亚斯的尸体被挖掘了出来，头骨和铁棒都被带去实验室进行研究，最后收藏在哈佛医学院沃伦解剖博物馆当中，成为了最抢手的展品之一。在1994年的时候，研究人员利用神经影像技术重建了菲尼亚斯的头骨，并确定了受伤的确切位置。结果表明，他的左右前额叶皮层都受到了重创，因此在情绪管理和决策能力方面均出现了问题。其实除了约翰的报道之外，几乎没有别的证据记载了菲尼亚斯当时受伤的状况，因此很难准确地得知他的大脑到底受到了怎样的损伤。根据约翰的叙述，这种脑损伤确实导致了社交能力的丧失，以及产生了不恰当的行为方式。但是我们对于事故发生前的菲尼亚斯知之甚少，别人对于他的了解并不全面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？比如菲尼亚斯的性格缺陷是早就存在的，平日无事发生就好好的，恰好一次重伤成为了导火索，让他彻底变了一个人。那换个角度来看，一场事故使菲尼亚斯判若两人，除了自身的变化之外，还会不会与他人有关呢？创伤性经历确实会改变一个人，除了生理，心理上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。我们假设周围的人改变了对待他的方式，他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了。当然，这种区别对待并不都是消极的，也可能存在出于善意的目的。不过不管哪种情况，菲尼亚斯都会感到沮丧，久而久之成为了一种不小的精神创伤。所以关于脑损伤与心理变化的关系，研究过程相当的复杂，根本不只是一句脑子被搞坏了这么简单。那么看完菲尼亚斯的经历，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很吃惊？这简直是奇迹般的存在。事后有许多神经学家、心理学家甚至神创论者都用菲尼亚斯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。最重要的是，菲尼亚斯也提醒了世人，大脑有着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。此后许多科学家都能更好地了解人类大脑，在神经学的早期发展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没想到吧，大脑都这么坚强，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动脑不思考呢？一旦养成不动脑的坏习惯，退化、反应迟钝、说话不动脑子的问题接踵而来，那可就不太好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转发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